2026年第一季度，樟宜机场客运量直接飙升到176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当时中东局势骤然升级，迪拜和多哈中转航班大面积停摆。当全球航空业陷入混乱，为什么溢出的庞大客流会如此精准地涌入新加坡？新航又凭什么能在极短的窗口期内稳稳接住这波流量，顺势完成一次漂亮的商业布局？今天我们客观拆解新航背后的危机应对机制，这绝不仅仅是运气好那么简单。经常往返欧亚的本地商务人士应该都很清楚，过去10几年里，中东的迪拜、多哈凭借地理位置和积极的价格策略，占据了欧洲到亚洲中转市场的大量份额。特别是著名的袋鼠航线，中东3大航司凭借庞大的宽体机队和性价比高的票价，掌握了很大的市场优势。但商业世界里，风险往往来自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2026年2月，中东局势升温，空域风险增加，多家中东主流航司被迫暂停或大幅调整航线，大批航班改道绕飞。这场停摆持续到5月底，在这长达3个多月的期间，全球航空网络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运力真空。对于需要跨国出差的企业高管或计划长途旅行的家庭来说，机票价格上涨还是其次，最致命的是行程充满变数，航班随时可能取消，中转可能面临长时间滞留。大家要知道，对于一家跨国企业的决策者而言，滞留机场不仅是几晚酒店的费用，更可能是错失几千万美金的关键谈判。这种隐性成本让商务客群对价格的敏感度彻底让位于对时间确定性的极度渴望。当迪拜中转不再是一个高度确定的选项时，市场急需一个能提供稳定性替代的方案。这时候，樟宜机场和新加坡航空长期积累的系统优势就彻底显现出来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新加坡运气好，刚好处于欧亚航线的另一个节点上，顺势接住了客流吗？如果这么想，可能低估了现代航空业的复杂程度。当几百万的客流突然涌向东南亚，为什么曼谷、苏万纳普、吉隆坡国际机场没有成为最大赢家，反而是樟宜机场创下1760万人次的 Q1 历史新高？核心差异在于航空公司的资源调配能力。运力调配可不是开得式，今天想去哪踩一脚油门就行。增加航班涉及复杂的跨国航权谈判，机场起降时刻的争夺，宽体机队的随时待命，以及机组人员和地勤保障的无缝衔接。在外部环境突变的极短时间内，新航迅速做出反应，依靠强大的数据分析中台，他们精准预测了客流走向，果断优化整体航线网络，把原本可能受区域波动影响的运力迅速且精准地转移到需求激增的欧亚干线上。新航的宽体机队展现了极高的调度弹性，他们甚至在极短时间内启动了备用机组，并与樟宜机场地勤达成了紧急协同。为了应对这波临时涌入的庞大客流，樟宜机场的指挥中心连夜调整了停机位分配策略，优先保障宽体客机的靠桥率。不仅如此，他们还增派了大量值机和引导人员，确保转机动线绝对顺畅。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根据财报，这段时间新航长途航线的客座率环比上升了 8.5%。大家要注意，这 8.5% 的增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本习惯乘坐中东航司头等舱、商务舱的高净值旅客。新航和樟宜机场长期维持的高效运转体系，在这个时候展现了明显优势。从飞机落地后的滑行时间、行李转盘的运转速度，到航站楼内的中转安检效率，整个系统稳稳承载了突如其来的客流洪峰，确保即使客流激增，行李延误率和通关时间依然控制在极低水平。这就是系统性冗余在危机时刻爆发出的惊人战斗力。对于这些要求较高的旅客来说，新加坡不仅是一个安全的地理中转站，更是一个在服务标准上完全不打折扣的优质替代选择。新航用极其高效的执行力，把一次被动的外部危机转化为了主动争取存量市场的巨大商业机会。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新航管理层很清楚一个现实，中东局势总有缓和的一天，航线迟早会全面恢复。当迪拜和多哈重新开放，价格竞争再次出现时，凭什么让这些被临时吸引来的旅客下次还愿意花更高的价格买新航的机票？
这就引出了新航这次应对策略中很值得本地企业参考的一步，用优质体验打造长期的竞争优势。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新航在这个关键节点推出了长途航班的世界杯机上实时直播服务。表面上看，这只是机上娱乐系统的常规升级，甚至有人觉得只是个噱头。但从商业角度来深度拆解，这是一次非常精准的服务升级与用户吸引。在平时，要从竞争对手那里抢走一个两舱常旅客，往往需要花费高昂的营销预算和极具诱惑力的积分匹配计划。但这次，外部环境帮新航免去了前期的获客成本。对于需要连续飞行12到14个小时的商务人士或资深球迷来说，在万米高空不用担心错过4年一次的顶级赛事，这种体验是非常难得且具有排他性的。在其他航司只能提供基本飞行服务，顶多加上几部老电影的时候，新航提供的是稀缺的情绪价值和时间价值。他们巧妙利用了世界杯这项全球盛事，彻底改变了长途飞行的枯燥感。这种不可替代的机上体验直接带来了2个结果。第一，它合理化了新航相对较高的票价，让旅客觉得物有所值。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新航在这几个月的窗口期内，成功培养了这批新用户的消费习惯。这是一次以极低成本获取极高净值客户的完美战役。当他们体验过这种极致的空中服务，享受过樟宜机场顺畅的中转后，哪怕未来中东航线完全恢复，新航也已经成功把相当一部分的临时乘客转化为了忠诚的长期常客。这不仅是把握住了眼前的机会，更是把短期客流变成了长期的客户资产。回顾整个事件，我们会发现，新航的这次应对策略其实非常契合新加坡一直以来的发展理念。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环境里，竭尽全力去提供那份极其难得的确定性。无论是面对全球供应链的调整，还是本地中小企业遇到的市场波动，这种在危机中保持敏捷，用优质服务留住用户的做法，都非常值得我们在做商业决策时参考。别人停摆时，你准备就绪，这就是很强的商业竞争力。对于今天分析的新航策略，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或者在你的行业里，你们是如何应对这种外部突发冲击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探讨。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的商业思考或决策有帮助，请记得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继续为你客观分析更多本地热点背后的实际考量。我们下次见。